大家好，我是大妈，感谢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今天继续读邱岩老师这本书有40万字，40万字700多页，现在呢已经读了过半了。为什么这个是通读？为什么要通读呢？因为这个书呢是一种用邱岩老师用一种非常特别的角度切进去用娱乐行业将近代还有古代史串成一起，这个应该叫历史娱乐学或者娱乐历史学，非常有趣，里头非常多的细节，如果不读的话很容易被跳过，所以呢我尽可能按照我的理解呢通读下来。所以如果感觉速度太快建议大家把回放速度呢调到0.75甚至于0.5都行。 OK 继续从465页开始，这一节叫后记。研读静焉这两节占据本书总篇幅大约1/5，但为了写这部分，笔者耗用的时间和精力占用了至少1/3。经营地下鸦片走私渠道，从事毒品贩运，是近代上海青帮的重要非法活动。就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把这6万字笼统的一概而论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种粗略草率的总结，无法让人对这个话题建立起全面深入的理解。这种谁都知道了无新意的文字，更没有对读者重复的必要。讲别人不知道的故事，述其然还要述其所以然，就是我写这2节的初衷。在这章的结尾，我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历史学家钱穆在上世纪70年代所著《80亿双亲师友杂忆》里有几篇文章，讲述了他的父亲和家族背景。他是江苏无锡人，家庭条件非常好，余之18世祖某公，乃一巨富之家，拥有萧傲津两岸良田10万亩。时先父年未及30，不弟为族长，又兼为乡绅，真是尊生名门望族，贵体精之于业，家境好，就有充足的财力投入子女文化教育。因此钱穆父子2人都是读书的好苗子，都有神童之意。只可惜钱父自幼体弱多病，3父南京乡试皆在场中病倒，不终仕而出。此后随决议场屋场屋就是那个时候科举的那个考场叫场屋。乡试都没能通过，身份只是一个秀才。对于旧派读书人而言，意味着没能取得显赫功名，更不能走仕途。钱父在郁郁寡欢中染上了抽大烟的习惯，但也把读书出头的希望加倍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钱穆兄弟从小受到更全面的教育。在先父对余之幼年教诲这个文章当中有如此文字，讲的是1903年钱穆虚龄9岁时的经历。说先父每晚必到街口一鸦片馆，镇中有事多在鸦片馆解决。一夕杨四宝妻于同去，先父亦不进。馆中鸦片铺3面环设，约可10余铺。一客忽言：文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应令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是夕余以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助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词。如果不考虑事发场地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情小故事。在大人面前不害羞不触头，大段背诵经典小说名段，还能即兴发挥表演天赋，进入角色，
一个乖巧伶俐、聪明外向的儿童形象跃然如是。但这件事却发生在鸦片馆，而且前夫还意不尽，居然允许儿子到吸毒场所，这是多么糟糕的父亲！这种做法显然很不符合经过禁毒普法教育的现代人的道德判定标准。前夫后来就不再让钱穆去鸦片馆了，文中对此也做了陈述。翠日之夕，杨四宝又情于去，先父亦不敬。路过一桥，先父问：“识乔字否？”余点头曰：“识。”问：“乔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一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乃交字。”先父又问：“交字何意？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如昨晚有此交字否？”吾闻言，如闻震雷，俯首莫不语。至馆中，住客见余，言今晚当以新题。一客言：“今夕由我命题，是背诵诸葛亮骂死王朗。”诸客见余态扭捏不安，大意前夕，虽不相强。此后杨四宝虽亦不再邀余去鸦片馆，盖先父已欲戒之矣。非常矛盾的事情就在这两段文字出现。从后一段文字内容来看，这显然是一位知书达理、教子有方的慈父。他用这种方法既考察了儿子的识字水平，还婉转地告诉儿子谦受益，满招损的哲理。但他不允许儿子去鸦片馆的原因是担心儿子骄傲自满，而不是担心儿子过早地受到烟毒侵害。前夫身上的这种矛盾特征并不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彼时全社会的普遍现象。历经上百年侵染，鸦片已经散播到中国社会各个角落，且彼时的社会公德和主要舆论都不认为鸦片是毒品，而是一种神药。像《申报》也经常刊登以各种鸦片为原料配置高单，宣扬其功效的文章。大部分国人在如此社会风气的熏陶之下，也就普遍接受了这种认知，不觉得抽大烟是害人害己的恶习。正中有事，多在鸦片馆解决。这两句话就表明，鸦片烟馆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很普及的社交和公共议事场所。瘾君子更是要烟以类聚，瘾以群分。烟膏的来源品种、烟枪、床榻与室内装潢的材质档次都有明显差距。鸦片烟馆是反映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布的最好参照物。瘾君子抽大烟的姿态都是横躺床榻上卧息。前夫这种有威望的地方乡绅，平时不和底层社会的平民平起平坐，过烟瘾肯定也不会与穷瘾君子同床吞吐。他去消费的鸦片烟馆必是较高档次的，那些让钱穆背诵三国名段的烟友也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这些人和钱父在鸦片烟馆里边商榷的事情是镇上相对比较重要的大事。以钱父的身份和其教育背景是有文化有见地平时受人尊敬的旧派知识分子，地主乡绅，这样的人都没意识到鸦片危害，可想而知，人口数量更大、受教育水平更低的底层老百姓又会如何呢？当青帮开始经营地下鸦片流通渠道，这些大部分从社会最底层出身，主要以文盲和半文盲为主的江湖好汉，大部分人不觉得贩鸦片是伤天害理的行为，普遍没有道德上的不安与自我谴责意识。这些人不仅自己抽大烟，在他们眼中卖鸦片和卖私盐除了逃税以外也没什么不同。反过来，通过他们经营的黑市渠道，向那些毒瘾发作的瘾君子提供鸦片，还能找到成就感和助人为乐的满足感。鸦片对旧中国社会的渗透曾达到什么程度？通过钱穆回忆他父亲的这篇小文章，
就可以让人有相对生动的体会。这些充满亲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文字中透露出来的细节信息，也比任何填鸭式的宣传说教文字更能打动人，也更有警示意义。17到20世纪前半叶的鸦片贸易，这个话题涵盖了地理大发现、近代西方海外拓殖与贸易垄断、金融货币制度、产业革命与工业化浪潮、医药化学发展史、民主主义运动、全球政治格局等复杂议题的方方面面。它是人类在近代走向科学文明社会的探索过程中，从贪婪愚昧向公理文明转化的一个缩影，绝不是讲述中英两个国家和2场鸦片战争就可以概括的事。讲鸦片的来龙去脉，如果只把视角局限在中国近代史和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与军事冲突，纯属盲人摸象。但是在国内讲述鸦片贸易、鸦片横行对中国社会造成危害这段历史的各种中文读物，普遍有2个特点。首先是从国家兴亡、民族荣辱、中外高层政治军事对抗等大历史观角度去讲述鸦片战争，极少介绍鸦片对中国普通社会经济的运行，对寻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过哪些影响。比如说，就在鸦片吸食者不断增加的同时，罂粟也成为一种收益极高的经济作物，在南北各省广泛播种，这对还处在农业经济社会的清朝产生了全面且深刻的影响。但国内少有相关著作能向普通读者讲述这个话题。其次是过于着重声明立场，对历史事件仅讲个大概轮廓，只让读者知之，对具体前因后果的叙述有非常简陋欠缺，让读者不求甚解。事情还没讲透呢，赶紧下定义做结论，匆匆忙忙表达立场，重点是告知读者谁对谁错。论述2字，论的多余，述的又太肤浅，政治宣教色彩太浓，极少介绍其中的具体细节。基于这种考虑，所以我决定修改自己原先的写作计划。如今的世界，毒品依然存在，但曾经的鸦片贸易运行模式早已被摒弃了，我就不可能再有机会去探查。但万幸还有海内外的相关专业论述和著作，如郑阳文的《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因为有义务向投资人或者母国政府通告公司的经营情况，所以包括东印的公司在内，英美洋行的大班和驻华领事还要以年或者半年计，把涉及公司经营、股本分红、对华贸易中各类商品行情走势等等各项数据做总结汇报。这些资料也颇有价值。在1840年前来华贸易的西方人已经对广州等少数开放口岸的社会风气、鸦片走私情况和中国政府官府政局有过系统的描述和介绍，比如美国人小普金斯的短臂烫的远征，以及威廉亨特的广州翻轨路。当中国国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强行轰开，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走进国内游历传教，也留下丰富的游记，其中一些内容就反映了当时的鸦片消费文化，如哥伦比亚人阿尔梅洛的穿过鸦片的硝烟。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1906年至1910年参与中英禁烟合刊的英国驻天津理事谢立山和他的著作《探寻罂粟的旅记》。在私人感情上，谢立山憎恶鸦片贸易，支持清政府禁烟决策，对中国民众怀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但其公职身份又决定了他只能把英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这部著作的史料价值极大，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除了讲述中国各地罂粟种植和鸦片消费税收情况以外，出于收集情报的需要，还对清末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与地域宗教风俗、各地人文与自然景观、晚清中国官场上的风气、满汉两族主要政治人物、清末新政改革推进进程等等进行了详细叙述，是一部从外国人视角了解20世纪初期晚清中国社会风貌的作品。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因此我在2017年上半年做出临时决定，暂且先停笔，静下心来进行阅读、翻译和做笔记整理的工作，让自己建立起相对系统、完整、有
充足干货的知识框架，再继续动笔，磨刀不误砍柴工。述其然，还要述其所以然。希望这2节文字能让读者对世界近代史的鸦片贸易，以及在此深重影响下的中国社会，能有比以前更加宽泛和细致的了解。这是第5章，第5章差不多1/5的篇幅啊，把这个按照邱岩老师的说法，把这个他能找到的东西全部系统化的说出来。好，那开始473页第5章。风生水起。第1节，东方大殖民地计划。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大约100年，是近代西方国家展开对华贸易、鸦片贸易的开拓阶段。法国因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时期。早在17世纪，法国曾在亚洲的印度、缅甸、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印尼等地展开一系列殖民活动，尝试建立殖民政权，遭到英国和荷兰的抵制。18世纪中期，英法2国对印度的争夺加剧，历经1754年爆发的7年战争，法国最终战败，在印度的殖民势力被彻底击溃。英国只允许其在印度南部沿海保留5个无武装的贸易据点。波斯和土耳其都是西亚弱国，由英俄等列强势力共同瓜分。欧亚大陆最重要的3块罂粟种植地都不属于法国势力控制。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以后，与英国等欧洲国家长期敌对。清朝嘉庆年间，正值鸦片价格处在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期，法国却深陷拿破仑战争之中，在欧洲大陆与反法同盟频频开战。法国陆军曾获得数次辉煌胜利，但法国海军完全不敌英国。当东印度公司依靠鸦片贸易从中国大赚白银，在英国海军的封锁拦截下，法国商船却长期无法到达广州，别说鸦片，连正常的瓷器和茶叶贸易都中断了。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运动和争夺海上霸权的对抗中，法国犯了太多错误。他数次和英国对抗，还屡战屡败，成为英国的手下败将。1815年，法军在滑铁卢战败，拿破仑被流放至南大西洋的孤岛。此时的法国几乎把之前2个世纪攫取的海外殖民地全部赔光卖光。完整的鸦片贸易链条可以简单分成上游生产源头、中游贩运流通、下游消费终端3大环节。法国在上游和中游都缺乏资源，错过了参与鸦片贸易的早期开拓阶段。以拿破仑战争为分界线，之前为法兰西第1殖民帝国。法国在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到哈德逊湾沿岸、南美圭亚那、西印度群岛的海地、留尼旺等印度洋岛屿、印度东南沿海的大片殖民地。战争结束时，除圭亚那和留尼旺等少数地域外，大部分因战败而丧失殆尽。海地又发生了黑人独立运动，北美殖民地廉价卖给美国，之后为法兰西第2殖民帝国。在拿破仑3世和第3共和国统治时期，法国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到中非刚果河、尼罗河上游流域、印度洋西南的马达加斯加岛西亚的叙利亚、中南半岛、南太平洋格里多尼亚岛等拓展了一系列新的殖民地。但是通过历史资料和各种文艺影视作品，我们都知道了一件事：黄杜章、青帮3大亨，黑社会贩毒组织头目，就是在上海法租界当局的纵容之下，从民国初年乱世时代崛起的。上海法租界的出现，让法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有机会以黄赌毒为特色的大众娱乐消费市场开始，沿着下游消费终端、中游贩运渠道、上游生产源头的次序，逆向的一步一步参与到鸦片贸易的整个环节。法租界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开辟税源，填补赤字亏空，在财政收入方面缩小与公共租界的差距。
这要从法国对上海法租界多次变动的地位，以及法租界财政税收体系的变化讲起。1845年到1849年期间，英法美三国先后在上海设立租界，其中美国的性质并不算租界，只是美国商人购买土地，并没有逼迫上海倒台给他政治特权。三国最初采取的是分设租界共同管理模式，设立工部局，即市政委员会。当时中国还没有市政等词汇概念，租界从上海县城以北的荒地开始建设，所以初期规划工作要从平整地基、营建码头、修路盖房、铺设上下水管线等城市基础设施开始做起。在中国传统的6部官府职能体系当中，这些工作是由工部负责，为便于华人理解，命名工部局。同理，租界也用巡捕来指代了警察。这三国在上海开辟租界，初衷是看中此地是靠近长江出海口的码头，便于进行出口贸易，以通商为第一要务。租界最早是以黄浦江边的码头作为基础进行市政规划，即今天的上海外滩，性质相当于一个港口的生活服务区。彼时租界面积不大，外侨人数也不多，大致有500-600名，以商人和外交军政人员为主。租界还实施华洋分治政策，除必须雇佣的帮佣，协助打理生意的买办和翻译外，不许华人进入。租界与中方进行交涉，主要由英国人出面，租界内一些重要事务的决策也以英国最有话语权。毕竟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凭一己之力战胜清朝的，美国和法国没出力，他们都是利用清朝被英国人击败之后吓破胆，对遗物就是洋人的事物又烦又惧，无所适从的窘叹，闻风而来，趁机占便宜。美国和英国同文同种，本来就以原北美英属殖民地的身份独立的，再加上彼时美国的国力也不强，所以在对华事务上颇有自知之明，基本认可英国做主的事实，自己甘当配角。但法国这个国家非常自负，对租界共同管理、英国做主的状况很不满意。法国在国家民族性格和官僚体制方面具有2个特征，其一是一贯特立独行的高傲自负。法国是传统欧陆强国，很看重自己的外在形象和国际地位，唯恐在国际舞台上失去表现自己的机会。对任何重要事务的处置，都要求有自己的独立发言权，展示他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不甘心只当个帮腔的配角。从1849年开始，法国进入拿破仑3世统治时期，这是个油滑精明的政客。他吸取了大伯父拿破仑与英国反法同盟长期对抗，最后战败被流放的教训，采取相对灵活的外交策略，和英国保持较融洽的外交关系。在这一时期，英法2国关系紧密，在克里米亚战争和第2次鸦片战争中，2国都是组成英法联军，大关系不错，底下小摩擦却是不断。在上海租界事务方面，自1853年开始，许多中国难民为躲避太平天国给江南地区带来的战火，争相逃入租界，原先华洋分治的限制就被打破。租界当局更要求应对因为中国战乱而出现的突发事件，在处理这些事务的过程中，总是英国人做主，美国人附和，法国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委屈受气，认为这2个英语国家串通起来排挤他。其二是当中欧、南欧还是破碎的封建邦国状态时，法国就实现了统一。到波旁王朝时代，法国已经是一个君主专制集权的国家，产生的副作用就是其政坛的腐败程度在当时西方国家里比较突出。去海外殖民地就职的法国官员，非常类似于终于得到了外放肥缺的清朝官员上至殖民地总督，派驻受保护国的公使与领事，再到交通、矿业、银行、海关、税收、稽查、驻军司令、军警、巡捕等权势或者要害部门的法级官员，普遍抱着一个相同的想法：赶紧捞。上海租界共同管理，3国相互监督的状态不便于法级官员贪污受贿。后来法租界单独管理，凡是投资规模较大的市政建设项目，频频爆出法级主持官员侵吞公款或受贿的丑闻。
早在1855年，法国驻沪领事艾唐就曾宣布不再参与英美法三国领事在租界工部局的常设议事会议，以此向英国抗议。1853年到1862年期间，租界趁机扩地，为此要修改土地章程，为维持治安还要设立巡捕房，也就是警察局。对多个事务的处理，法国与英美的意见接连发生冲突。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朝签订《北京条约》。法国虚荣的骄傲急剧膨胀，认为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又出兵又出力，是两个胜利者之一。从此以后，处置任何对华事务方面，应该有资格和英国平起平坐了。但是在随后配合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师助剿，物色洋枪队雇佣军将领，海关总税务司人选，派遣洋教习协助清军练兵等等多项重大事务上，依然以英国为主。美国积极配合，两个英语国家更唱叠合，旗鼓相应，把这些事情包揽了。法国照样被晾在一边当配角，就连辛酉政变发生后，恭亲王义期主持成立的京师同文馆，都是先开英文课程，施以长记的洋务派官僚购买英制轮船和军火，接受和使用英制度量单位。此前过高的期望和现实中屡次遭受的失望，导致法国心态严重失衡，长久积累的矛盾在1862年总爆发。法国政府认为，如果想在中国有效地发展影响力，让中国人知道法国是一个不应被轻易忽略的强大国家，那就不能只追随他国身后，而是自己独立主张和独自行动。当时法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华已取得的利益是通商和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教，这两种活动又要先从上海和天津的两块法租界开始做起。所以当年4月，在事先未通告英美两国的前提下，艾唐宣布上海租界由三国共同管理的旧模式没能尊重法国的国家权力与尊严，从即日起成立全部由法国人组成的筹防公局，随后改名公董局，董是董事长的董，公董局，名义性质相当于工部局。这是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分道扬镳，两大租界在上海并存的标志性事件。从此以后，法租界开始独立的行政管理和财政运营。在随后半个世纪中，法租界不断扩张，因市政规划建设的需求，都急需招揽投资和广开税源，而其财政税收靠以下5个渠道维持。 A. 直接对租界内各国侨民、华人居民和各行各业的商户征税。 B. 以租界内的土地、码头设施等不动产作为抵押，得到法国政府的援助，从法兰西银行，也就是法国中央银行获得官方贷款，或者从法资银行财团获得商业贷款。 C. 煤气、自来水、电力、邮政电信、码头物业、公共交通等城市公共服务都是长期并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经营行业。法租界把这些服务行业几十年的长期垄断经营权打包成投资项目，向法国本土相关行业的公司推销。 D. 从1891年开始，法租界开始发行债券，除1903年度债券是在法国本土发售以外，其他年份都在上海发售，中外人士均可购买。 E. 鸦片专卖收入。以1862年4月艾唐成立法租界公董局，1884年中法战争和1919年五四运动3大历史事件为界，法租界的财政收支状况可以分为前、中、后3个阶段。1962年到1884年是前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法租界缺乏章程，总体表现是小心翼翼的尝试和接连不断的犯错。在对海外殖民地和租界地的经营规划方面，法国远远不如英国那么娴熟老道。他对中国国情更缺乏了解。太平天国运动和中法战争让法国感到政治与战争风险。1870年，天津民众围攻法国天主教教堂的火烧望海楼事件爆发，轰动中外，又反映出中国民间强烈的反洋教排外情绪，既有风险还缺乏经验。所以在这一阶段内，法国对上海
法租界的信心不足，走一步看一步，没有长期的建设规划，以及官方主导的大规模投资。除了少数几家法资银行外，法国商人对上海的投资热情也不高，大多采取观望态度。此时的法租界的财政主要是靠本地的税收，即渠道 A。公共租界的财税才是主要依靠渠道 A。上海被外国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不是没原因的。外国洋行商人漂洋过海来华，就是为了赚钱，不仅盼着发财，而且要快速发财。没人愿意踏踏实实的搞实业。中国有4亿人口，哪怕每1万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买我的钢琴，那我也能卖出4万架钢琴啊！做这种发财梦的可不只有鸦片战争之后那位英国曼彻斯特钢琴商人。在这些冒险家当中，普遍存在一夜暴富心态。他们把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种洋货运到上海，试图打开销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成千上万中国人涌入租界，他们需要吃住等基本开销，因此产生谋生和消费的需求。人口密度的迅速攀升，还让租界地价得到了攀升。作为远东著名商港都市，上海从开埠那天开始就氤氲着虚荣浮躁的社会气氛。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最初的经济产业结构可以归纳成炒房、囤地、国际贸易。这8个字反映在上海2块租界的税收方面，就是支撑其财政的4大税种码头税、房税、地税还有执照税。2大租界对中外商人在码头装卸的货物征税，以货物在海关报关价格的1/1000为税率，这就是码头税。码头税额的多寡也是体现进出口贸易成交量最明显的参照数值。茶叶和纺织品是中国对欧美出口价值最大的2种拳头商品。法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既不如英国，也不如美国。法国还拥有欧洲数1数2的丝织行业。为保护本国的纺织行业，从波旁王朝开始，就通过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额度等手段抵制中国纺织品的进口。因此，中法贸易额长期低于中英贸易额。到19世纪前期，又被中美贸易额反超。以上这些原因导致法租界的码头捐还不足公共租界的1/3。外国洋行商人在上海投资不动产和码头基建，以购买或者租用方式在外滩和主要街道旁建立洋楼作为总部，这是促进租界地价攀升、房地产行业得以迅速繁荣的重要因素。西方列强资本展开对华投资习惯是本国的租界开到哪里，本国的资本就投到哪里。因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赚取到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在租界这个国中之国里才能得到最集中的表现、最周全的享受以及最稳妥的保障。如果本国在华没有租界，那就去关系融洽的其他国家在华租界。在这方面，法租界处在天然劣势。法国商人对上海法租界的投资兴趣本来就不高，外国商人也不愿意到这里的投资，因为法租界的行政管理特点是专制和排他。法国是中央集权专制政体，这个特点也充分表现在其海外殖民活动当中。法租界公董局每年选举1次，名义上是最高决策机构，相当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但实际最高权力掌握在法国驻沪总领事这位实际太上皇手中。在对待租界行政事务方面，有多位法国驻沪总领事长期直接兼任公董局总董事长。如果总理事与公董局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前者可以直接将后者解散。法租界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通过这位太上皇，像法国驻华公使和法国政府这2位权势更盛的实际独裁者呈报并获批。法国强调所有海外殖民地和租界地要为实现法国的利益最大化而服务，优先为法国商品的倾销提供市场，为此不惜采取税收歧视政策等手段，排斥他国投资和他国商品。若本国暂时无力开发殖民地资源，宁可闲置浪费，也不欢迎第三国资本进入。他国商人在法国殖民地不仅享受不到优惠政策，还受到二等名的身份歧视。处在法国历史上，我自己开拓的海外殖民地肯定要优先自己享用，这个态度无可厚非。其他列强对待各自的海外殖民地也是如此，但偏偏上海公共租界的
管理模式比较另类，法租界又和公共租界相邻并存，这就免不了外人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差距。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特点和法租界整相反，可以总结为独立自治、门户开放、英美主导、合理分权。公共租界是在法租界分出去之后，由英美租界继续合作管理延续而来，最终发展为以英国的影响力为主，包含各国侨民的国际自治城市。英文是上海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堪称万国租界。工商局董事会就是公共租界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重大决策由董事们通过辩论和投票表决，无需向英国国会或者美国总统呈报。在1865年到1918年期间，工部局董事会常设9名董事，由1名总董、1名副总董和7名董事组成。这些董事大多是在沪英美洋行的主要负责人。董事会在每年1、2月份进行换届选举，从符合条件的提名候选人当中产生。英国在公共租界拥有绝对优势影响力，英国人长期在董事会占据6到7个席位，美国人长期拥有1个席位，看上去似乎不多啊，但美籍董事经常出任总董、副总董这2个显赫要职。此外，德、法、俄、丹麦、日本等国在沪侨民轮流分享余下的1到2个董事席位。对董事席位的分配原则，公共租界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策略，和英美保持友好的国家里，谁的风头正盛，那就赶紧拉拢谁，让他在董事会里有席位，给他一定的话语权。就以德、日、华3方为例，1870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德意志第2帝国建立，德国成为西方列强的后起之秀，且英德关系在这一时期基本平顺和睦，因此从1873年开始，工部局董事会开始有了德国董事。1914年一战爆发，英德互为仇敌，德籍董事在次年就从董事会里消失了。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国际地位上升，又是英国在远东的重要盟友。一战爆发之后，开始出现日籍董事。一战结束后，日本的国力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华人资本业有明显发展。中国政局在1927年还趋向统一，中国民众要求收回租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声势高涨，公共租界迅速向日、华2方示好。董事会的日籍董事扩大到2个席位，从1928年起首次出现3名华人董事。公共租界的这个特点也给后人留下一个普遍错觉，在旧中国时代，上海到底有几个租界？实际上上海只有2个租界，但因为公共租界通过董事会席位选举的方式随时分配权力，能够不断吸引东西方列强国家的后起之秀。还是以日本为例，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也立即对德宣战，但日本远离欧洲战场，不仅未受战火波及，还趁机攻占德国在山东青岛的租界，发了战争财。在沪日本侨民数量也迅速攀升，公共租界不仅给日本人分配董事会席位，还为此从东京警视厅招募日籍巡捕。上海虹口是日本人的主要聚集区，耀武扬威的日本浪人在此活动，日本警察在街上四处巡逻，这幅景象很容易让人产生仿佛身处上海日租界的错觉。某个国家在上海公共租界工商部董事会里拥有本国董事席位，相当于在公共租界拥有话语权，对重大事务有议政和投票表决的权利。朝里有人好做官，英美日德这些国家的商行肯定首选到公共租界从事商业投资活动，谁也不愿意到法租界受窝囊气去。再加上道路、码头、自来水、邮政、电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硬件优势，因此公共租界的经济发展形势非常好。贸易和招商2个方面的弱势，导致法租界的码头捐与房地产行业都比不过公共租界。急于开辟税源的法租界当局也曾经在鸦片贸易上有过几次很不靠谱的盘算。第2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刚进入中国的巴黎国家贴现银行就开始尝试对华鸦片生意。这是一家由法兰西银行和法国财政部背景的股份制银行，因为它在上海设立分行，让法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第2个在中国开设银行业务的国家，所以当时中国人都不叫它的本名，而是习惯称呼法兰西银行佛国前号。
19世纪晚期这家银行进行改组，东亚业务部门和殖民地投资开发部门独立分出去，与法国工商信贷银行合股，独立经营，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拥有在法国印度支那联邦殖民地发行钞票的权利，把控当地社会经济。虽然以金融业为主营业务不过就在中国普遍实行多元化经营的各国洋行一样，只要是觉得能赚到钱的生意，他都乐于尝试。英国保顺央行、美国齐昌央行和犹太人沙逊央行都在这家法国银行的上海分行开户，享有过他提供的贷款和汇兑服务。在这过程中，他了解到这3家央行通过把印度出产的鸦片和棉花运到上海倾销，从而赚了大钱，看得着实眼热。卖鸦片可比放贷吃利息挣得多，虽然他手里没有鸦片产源，但依然想过很多办法。在法国本土的东南部，临近意大利，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普罗旺斯地区，日照充足，又是阿尔卑斯山南麓山地，适合种植罂粟。但法国种植的罂粟都是食用罂粟，其品种和用途与当做大烟抽的罂粟不一样。罂粟籽的这个生物碱含量又低，生物氨基酸含量高，在很多欧洲国家习惯把罂粟籽当作烹饪食材，用于炸油或者烘焙糕点时添加的配料。这种专门培育的食用罂粟注重的是罂粟籽的含油量，从硕果上反而割不出多少烟膏。这家法国银行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中国人如此热爱果实里的浆液，那么对果实里的籽粒也会情有独钟的。都没搞懂中国国情，就急匆匆把罂粟籽运到中国试销。在现如今，罂粟不仅不允许私自种植，但罂粟籽油是合法出售的食用植物油，只不过为回避罂粟这个名词，改叫玉米油赔的那肯定是一塌糊涂。随后法国人又效仿美国人，中外商人有个共性，那都是很喜欢吹嘘。当时齐昌洋行驻沪大班兼美国驻沪总领事金能亨与法国领事艾唐私交甚笃，前者向后者讲述自家的发迹史。言辞中提到齐昌洋行前身波士顿普金斯洋行在18世纪末最早把土耳其鸦片贩运来华的经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艾唐立即把这些内容告知巴黎国家贴线公司等几家在沪的法国商业机构，这些法国商人也辗转求购土耳其鸦片，但英资鸦片洋行和潮汕鸦片贩子合作多年，早已控制了中国烟土市场运营格局，岂能轻易让姗姗来迟的法国人从中分一杯羹？这次赔得更惨了。1969年，苏伊士运河修浚通航，从法国地中海沿岸港口到东亚的航程缩短1半以上。法国国内一些政客和投机商人再次产生往中国贩运土耳其鸦片的想法，然而中国土产鸦片的产量激增和价格巨降，让他们在付诸行动前就及时打消念头，总算避免了再一次赔钱的遭遇。然而祸不单行，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被新兴的德国勒索巨额赔款，而这些因素进一步影响到法国资本对海外投资的热情。从1862年开始，上海法租界的财政情况就被税源不足和因此产生的财政赤字问题所困扰。普法战争结束后，法租界的社会经济更为萧条，旅居上海的法国人无增反降，留下来的法侨也没兴趣竞选董事，工董局连董事名额都凑不齐。就在1873年，仿佛是故意羞辱法国人，旁边的公共租界竟然让法国的仇敌德国人进入工部局董事会，而且一上来分给德国2个席位。陷入低潮的法租界开始重新制定策略，趁太平天国的机会，法租界在1861年第一次扩地，占领了上海县城东侧黄浦江边的16铺码头。普法战争后，为缓解财政危机，他多次打过码头捐的主意，方式是制定比公共租界更优惠的税率，吸引中外商船来法租界码头装卸货物。鸦片战争前，
鸦片战争前的从广州伶仃洋走私贩运时代，因清朝禁烟政策不允许鸦片上岸，鸦片洋行把趸船泊在伶仃洋，当作海上移动仓库。1858年，印度鸦片以药材的名义合法进入中国，照章纳税，既为英国人把持的海关贡献了丰厚的进口税，也给公共租界贡献了份额最大的码头捐收入。法国人因为手中缺乏鸦片来源，只能干瞪眼。进口税和码头税作为税收成本，自然要转嫁给购买鸦片的潮汕烟土商。当时租界还没有保税区制度，税款必须在鸦片从货款卸货上岸入库的同时即时缴纳，只能先由外国鸦片洋行代缴，后者不愿意为此占用自己的流动资金，把趸船开进黄浦江，常年驻泊在外滩码头附近。什么时候潮汕烟土行来要货了，那随即取即售。这个避税手法又被其他洋行加以效仿。凡是贩运远洋货来华，暂时还没物色到中方买家的外商，都把手里的存货往趸船上放，由此还催生了一门趸船仓位出租业务。黄浦江上的趸船越来越多，常年占用泊位，还严重影响越来越繁忙的航运。甚至在光绪初年，西征的左宗棠清军购买德国军火，负责承运的几家英德洋行的轮船，为避一时之税，也停在江上不卸货。公共租界工部局打算杀一杀这股风气，修改了税则，不仅对趸船的货物征税，还准备开征船只泊位费，征收费率随着船只停泊时间而增长加倍。法租界得到这个消息，觉着机会来了，便把自家的码头捐降到公共租界的1/2。这个举动引发了两大租界随后为争取码头税制以丰厚税收长达20余年的竞争。商人们一看有减免税的机会，都叫嚣着要往法租界搬，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施压。公共租界也被迫把税率降到同一标准，法租界再把税率降到1/4。公共租界向法租界提出强烈抗议，为挽留商人，曾一度宣布干脆停征码头捐，并扬言对凡是在法租界卸货再转移到公共租界的货物征收带有惩罚色彩的过界捐。直到19世纪末，因法租界的经济政策发生巨变，不再过分看重码头捐，这场竞争才告结束。至此，法国试图参与鸦片战争上游生产源头和中游运输环节的几次尝试全部失败了。在法租界财政最拮据的时候，曾一度穷到不得不低下高卢雄鸡骄傲的鸡头，以租界的地产做抵押，向上海华人钱庄票号借钱维持的地步。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国人发现这些中国人无论是官商还是民，还普遍保持着天朝上国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以外的事情他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当法国人去向中国票号借钱，后者只关心作为抵押物的租界地产的估值与借据条款如何拟定，却并不考虑法国这个刚遭受耻辱的战败国有没有能力还钱。换句话说，普法战争巴黎公社，法国政体变更，又从皇权帝国改回共和国，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等等，这些在欧洲刚刚发生的举世瞩目的大事，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还没建立起国际局势的概念。上海法租界当局成功的从华人票号借到了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启发，暂时不要过多指望远在欧洲还刚打败仗的祖国，更应该看重对本地华人社会进行经济控制与掠夺，尽量多利用从中国人身上争敛的财富来维持法租界的财政，填满法国官员的欲壑。为此要熟悉中国情况，多了解中国的兴趣，改变思路之后，法国人就把鸦片和执照费做了一个结合，终于获得了成功。怎么来的呢？在艾唐和白莱尼两任总领事时代，因为在鸦片贸易上中游的尝试接连失败，法租界对下游的消费环节也不抱太高希望，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更低。在普法战争后，迫于形势，为赶紧收税，鼓励那些投资周期短、以挣快钱、挣现钱为特色的娱乐产业，重点是娼妓业、博彩业和烟管业。
法租界通过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尝试把潮汕鸦片贩子吸引到法租界开烟馆，万万没料到居然歪打正着，突出黄赌毒的娱乐业蓬勃兴起，尤其是将抽大烟和提供色情服务合二为一的花烟馆在法租界遍地开花。1887年8月5日的《申报》对此有明文报道：此等花烟间，因租界尚少，法租界最多，法人之言也。花烟间虽华人以为有害于地方，有伤于风化，然此辈列肆而居于法界，则皆法界之房客也。一家花烟馆月收入房租若干，烟灯捐若干，马桶捐若干，皆法界利源所在。一旦去而尽之，则此数矣者何从出之？娱乐业的昌盛带动了对房屋的构建与租赁需求，又提升了法租界在房地产业的税收。晚清光绪初年开始，公共租界是犹太鸦片洋行和潮汕烟土行的大本营，重点是印度鸦片的批发与分销环节。法租界则拥有全上海消费档次最高的豪华烟馆和密度最大的花烟馆。在1887年，法租界面积只有1124亩，不到公共租界的1/5，也就是5860亩。财政收入为17.28万两海关银，常住人口约为4万人，也明显落后于公共租界的41.3万两海关银和14万人。衡量城市发展程度的几个硬性数据，法租界全面落后于公共租界，唯有娱乐业呈显著优势。就连在公共租界码头下来的洋水手都知道要多走2步到南边的法租界去找咸水妹。在这种管理模式的长期操作下，法租界特别突出的城市风格就是好玩。到民国进入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黄金荣、杜月笙等把通过鸦片走私活动获得的原始资本投入到赌场、剧院、娱乐购物中心和房地产业，使法租界在声色犬马方面更加突出。租界向经营各种活动的中外商行买卖铺号核发营业执照，执照不是终身有效，要定期年审和征税，这就是执照税，相当于变相征收企业经营税。在公共租界的各项财政收入当中，长期排在首位的是码头捐，反映了进出口贸易的活跃。法租界最重要的收入则是大肆向妓院、赌场和大烟馆征收执照税。光绪初年的1876年，公共租界的年度财政收入为官平银22.9万两，约为法租界的2.8倍。到光绪末年的1907年，前者的财政收入增长到198.3万两，扩大为后者的3.9倍。以上数据出自《上海租界志》租界财政。时隔30年，差别越来越大，重点发展黄赌毒产业带来的税收虽然不能缩小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在财政收入上的差距，但至少可以弥补法租界自身的财政赤字。1884年到1919年是中期阶段，在越南建立殖民政府后，法国认为可以在东南亚地区复制英国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因此而开始推行亢奋激进的海外殖民政策。上海法租界成为东方大殖民地计划的一部分，获得了超过实际需要的过热发展。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次年两国停战，签订中法新约，法国不战而胜。依照该条约，越南全境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在越南、辽国，说现在的老挝、高棉，现在的柬埔寨3国的基础之上，建立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殖民地，与中国的滇桂两省接壤。从此，他接触到物美价廉的云土。云南作为中国大西南内陆省，经济基础薄弱，与之相邻的川黔两省鸦片产量同样过剩。云南如果想从烟土生意里赚更多的钱，必须远销，最好运到上海。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之前，云南与外部的沟通主要通过以下5条线路：第一，向北走，经本省绍通到四川宜宾，取长江水路东下；第二，向东北方向走，经本省曲靖和贵州毕节，转向北到四川叙永、泸州，取长江水道东下；第三，向东走，经本省曲靖，横穿贵州，再进入湘西，最后到达湖北武汉三镇，取长江水道东下。这条道使用率较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路程都在
匪患严重的山区。第四，向东南走，取到广西百色、南宁到北海湾，搭船前往上海。第五，从云南南部的蒙自口岸出境，沿着红河河谷直下，经过越南东京，东京吗？经过越南东京，抵达海防港，搭船前往上海。云南位于云贵高原，受横断山脉隔断，交通不便，和外界取得的联系的孔径非常有限。前4条路线不仅用于商旅，还是行军打仗的路线。第一条路的使用率最高，在元明清3朝一直被当作出入云南的官道。第二条路历史很悠久，诸葛亮南征秦孟获走的就是这条路，只不过方向相反，是从这条路进云南的。当时云南向外贩运的都是土特产和矿产，其中有3样最著名的拳头产品：土药、大锡、普洱茶。土药就是鸦片，大锡是经过简单提炼的锡矿料。生产土药与普洱茶的丝毛以及锡矿所在的个酒都位于云南南部。如果走前3条路比较麻烦，更何况到了民国初年那种军阀混战不息的时代，川贵两省皆有地方实力派，与云南军阀时有摩擦，导致这几条本来就很周折漫长的路程还经常受人为因素干扰而被阻断。相比之下，走第5条路最方便，尤其是个酒和蒙自距离还非常近。越南的鸦片泛滥情况和菲律宾大致一致，主要也集中在华人华侨群体。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产量过剩的云土就通过马帮走私到越南。1889年，中国清政府与法属印支殖民地当局达成边贸协议，蒙自口岸对外开埠。清朝在云南的地方官从秦敏英、王文绍两任云贵总督以下，深知云南偏域西南张蛮之城，地困民穷，开通一处贸易口岸很不容易，所以对出口商品精挑细选，生怕在市场上有损口碑。从蒙自口岸离境的云土都是档次最高的石南土。在1889年开始，当年每斤价格只有2两海关银。1900年之后，印度鸦片开始涨价，这些出口转内销目的地为上海的云土价格也就开始水涨船高，到1906年超过每斤4两银子。法属印支联邦当局对运销到云南的云土征收运销到越南的云土征收经营税，也对经海防港转运到上海的云土征收过境费。法国殖民当局由此涉足鸦片贸易中上游的产源供应与流通环节，并一发不可收拾。1897年，保罗·杜美出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为更有效地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对中国云南和两广地区进行渗透和控制。他上任后立即开始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其中有4项举措：第一，对印支殖民地的盐、米等生活必需品，对瘾君子而言不能中断，属于刚需的鸦片一律采取专卖制度。第二，为进一步从鸦片中开辟财源，鼓动生活在老挝西北部靠近云南的山地地区的土著居民种植罂粟，向他们传授罂粟栽种和烟膏收割的全套生产技能，这是促成后来东南亚金三角这个著名毒源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在19世纪末列强在华定势力范畴的热潮中，敦促法国强租广州湾租界，经镇江，随后将广州湾设定为自由港，实行官方特许鸦片走私和加工活动。这项政策以包税制为基础，鸦片走私者只要向租界当局缴纳巨额税款，私下再往法籍官员口袋里塞一笔汇款，就可以获得一定年限内的鸦片专卖权，将印度鸦片输入广东，或以广州湾租界为转口港，伺机贩运到上海等地。第四，修建滇越铁路，从云南蒙自出发，取到越南前往上海的这条路分陆运和海运两段，在陆运阶段采用马帮驮载或者红河船运方式。云南和越南都属于热带气候地区，红河上游河段在云南境内的云贵高原，下游河段在越南境内的红河三角洲。每到夏秋两季汛期，
河水自高处倾泻而下，湍急奔流，水情复杂，不易行船。只有在每年冬季枯水期的4个月内才适合通航，其他几个月靠马帮。这段路径的耗时，冬季大约走22天，秋季超过30天。轮船从海防港起航，经过7天航程抵达上海。总体而言，从云南蒙自口岸出来的货物，大约30-40天后才能到达上海。跟前3条路线相比，第4条路在耗时方面并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优势主要体现在税收方面。云南地方官府收一次出口税，法属应支殖民当局再收过路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拦路虎跳出来索要买路钱了。所以法国殖民当局为吸引云南物资过境，最开始采取的是税收优惠政策。1901年法国开始修建滇越铁路，铁路全长860公里，都不必等到全线竣工，在越南段建成后，优势就立刻体现出来了。铁路在越南境内有390公里的路段，位于地势平缓的红河三角洲，修建成本低，耗时短。到1903年10月即告建成通车，火车取红河河谷顺势而下，只用1天时间即可从云南边境河口镇抵达越南海防港，再加上7天的海上航运，云土最快用8天就可抵沪。受环境气候的影响也比以前明显降低。这条窄轨铁路的出现，使第4条路线在时效、费效、安全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全面超越前4条路线。手里有了这张王牌，法国殖民当局就能肆无忌惮的对包括云土在内的云南进出口过境货物征收重税。也是出于这些原因，在1906年清朝宣布禁烟和1909年的上海万国禁烟会议上，法国始终与英国行抗一气，采取百般狡赖、消极拖延的恶劣态度。各种缘由和法国人的心机，自然众目昭彰。相比于经营对华鸦片贸易上百年的英国，法国在最近10几年才有机会掺和进来，刚尝到几年甜头还没吃饱呢，就要被叫停终止，肯定心存不甘之念。法国最终搬出的官方态度和英国一样，迫于大形势表示赞同和支持禁毒，承诺会配合清朝的禁烟政令。在随后的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它也被称为国际鸦片公约的签字国，但私下里都会采取各种小动作。在中法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原本认为清政府很有可能凭武力强行收回上海法租界，中国民众在帮会分子窜刀下也会组织袭击法国人的排外行动。结果一时间人心惶惶，法租界不敢升法国国旗，而是升俄国国旗，对外宣称让俄国代为托管。但直到战争结束，这些担忧的事情都没发生，法租界的地位还更为长久牢靠。1889年，这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年份，法国大革命爆发100周年。此时欧洲各国普遍还是君主立宪甚至君主专政政体，法国是唯一的共和政体国家。法兰西第3共和国政府认为，当年法国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实现，首先是对德国复仇，洗刷耻辱；其次要重振法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骄傲感，要充分利用举办1889年世博会和纪念大革命100周年的机会，给法国人多打几针兴奋剂。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就是专门为庆祝这2个活动新建的献礼工程。紧接着，在对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治理取得初步结果后，法国设想了一个把法属印支联邦殖民地和在中国的4块租界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湾进行资源整合的东方大殖民地计划。偏执自负的法国人声称，这个计划是他总结了自己治理海外殖民地的种种得失经验之后提炼规划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个计划更多是参考了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中的经济发展模式。自从统治印度之后，英国把印度生产的鸦片和棉花贩运到中国，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消费印度鸦片。英国瘾君子就算服用鸦片锭，也是选用土耳其鸦片。上海英租界的繁荣并非受惠于中英贸易，而是受惠于英国操控下的中印贸易。建立中印印度鸦片贸易体系，是英国殖民地政府通过专卖权等垄断政策
从中获利，至今已超过100年。法属印支联邦殖民地虽然不盛产鸦片，但也拥有其他优势资源。以越南为例，这个国家的版图好似一副扁担，中间是细长的担子，红河三角洲居北，湄公河三角洲在南，如同挂在担子两头的箩筐。全境处在热带地区，地上动植物资源和地下矿产极其丰富。法国商人通过经营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园，就可以将具有战略价值的橡胶以及吻合法国人饮食习惯的咖啡、糖料运回法国。越南还盛产稻米，法国人对稻米的消费热情不高，但中国对大米的需求旺盛。法国热带是雨林还有野生动植物资源，在中国都是高价值的名贵中草药。法国人不信中医，但不妨碍殖民地政府对出口中国的中药材征税。反过来说，中国出产的纺织品在越南也有广阔市场，或者通过滇越铁路从中国东南沿海转运云南，通过强化提高中越两边贸易联系，法国对大宗交易物资采取专卖垄断手段，对过境物资收过境税，从中获利。中越贸易的开展也让作为商港的上海受益，上海法租界将通过这个机会获得繁荣。除了实际利益，法国还考虑到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得失。所谓骄傲，就是能出风头、挣面子。骄傲的法国人认为，上海是远东最具知名度的国际都市，是法国在远东地区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据点。一个光鲜繁荣的法租界才能体现法国的实力。上海法租界甚至可以被比成法国伫立在东方的埃菲尔铁塔。如果这座铁塔破破烂烂的，还总被旁边的公共租界奚落，会觉得自己脸上无光。在这种思想作用下，从1890年开始，上海法租界逐步转为亢奋激进的财政政策。法租界不指望本地税收能在短期内获得大幅攀升，而是以租界地产为担保，大肆发行公债，或者由法国官方出面联系物色银行贷款。它的税收款也从原来主要依靠渠道 A， 现在改为依靠渠道 B、C 和 D。频频发售的公债和多次贷款已经超过法租界财政的偿还能力。1905年之后又逐渐进入偿还高峰期。从1906年开始，法租界进入持续15年的财政亏空状态，处在寅吃卯粮、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财政的状况。对这种靠借钱催生出来的繁荣，法租界基本没有危机感。在法国政府规划的海外殖民地开发蓝图中，上海法租界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东方大殖民地体系的一部分。上海法租界不要只算自己的小账，需要和印支联邦殖民地联合整合。只要中越贸易能够按照设想快速发展，上海这边为了挣面子亏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印支联邦殖民地那边能加倍赚回来呢？反过来，只要法国殖民地当局的中越贸易能够快速得到发展，也会反哺上海法租界，使后者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现在借钱太猛了，没关系，还贷本金暂时超过还贷能力也没关系，眼光放长远些，坚持几年，到时候法租界经济持续突飞猛进，财税收入成倍增长，还这点旧债就没问题。上海法租界还不是唯一受到法国政府如此青睐的对象。法国对于筹建滇越铁路的考虑态度更加热情，更加高瞻远瞩。自1890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后24年间，上海法租界发行的公债和得到的银行贷款本金累计不超过3000万法郎。滇越铁路建设周期为9年，总预算1.01亿法郎，实际建设费用多达1.64亿法郎。法国在1876年也实行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货币制度，1.64亿法郎，那就是48吨黄金。因为投资成本实在高昂，而且其经济价值还存在诸多负面评价。滇越铁路开工前就在法国政界引发激烈争吵。反对者认为这条铁路不仅投资大，而且施工难度大，运营成本不低，经济效益不高。铁道建成之后，对越南和云南经济产生的促进效益是否抵得上它庞大的修建和运营支出呢？很让人怀疑。这已经到过了500页了，到501页了。OK 啊，那今天也到半夜了，先读到这儿。我是大妈，感谢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那么我们明天继续再尝试
继续通读。OK 啊，明天见。